又叫嚣制裁，逼中国上谈判桌。法德清醒突然叛变，为何美专家说中国比俄罗斯还难对付？敬请关注本期节目。最近，美国又继续在新疆所谓的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施压。在7月6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见了自称曾被关押在再教育营的维吾尔族人，希望听取这7名被拘留者的经历以及维权人士的意见，并就如何向中国施压以及停止镇压寻求建议。美国2届政府都以种族灭绝为由对中国实施制裁，他们又开始自编自导自演了。事实就摆在眼前，所谓的再教育营根本就不存在。新疆设立职业技能教育培训机构，是基于反恐斗争采取的预防性措施，帮助少数民族提高教育、就业水平的机构。而几个所谓的证人、在押人员，只不过是他们利用培训出来的演员罢了。而且他们拙劣的表演漏洞百出，也戳穿了美国极度虚伪的面目。炮制新疆问题就是阻止中国发展的阴谋。中国还怕美国制裁吗？美国一边制裁，一边又开始讨好。据美国彭博社6号报道称，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表示，中美2国可以和平共处，但还有很大的挑战，因为中国变得越来越自信。在提到台海问题的时候，他表示华盛顿支持与台湾建立牢固的非正式关系，但并不支持台独。这是白宫首次发出类似表态。他还放出消息称，中美领导人将在10月份的 G20 集团峰会上接触。最近美国多次炒作中美领导人将在 G20 峰会会晤话题，但是中国并没有对此做出回应。分析称，美国想要借此推动贸易谈判，缓解美国国内压力。中国一直不接招、不吭声、冷处理，而这次拜登政府出牌的方式和之前会见普京前类似，一方面放宽北溪2号项目，一边以人权之名施压对俄制裁，现在又如法炮制在中国身上。一边坎贝尔释放善意，一边布林肯继续升级新疆谎言和人权议题警告制裁，想把中国逼上谈判桌。我们完全不需要按照美国的剧本演。之前拜登和布林肯更是接连到欧洲访问，拉拢盟友共同对抗中国，并利用新疆议题搅和中欧投资协定，而中国用快很准的反制，成功给欧洲上了一课。在前不久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欧美国家炒作新疆问题再次告败，中国获得压倒性支持，这也让欧盟一些领头国家更为清醒，法德即刻叛变。近日，中法德举行领导人线上会晤，法德都提到了尽快批准中欧投资协定。无论是法国、德国还是美国，现在立场是他们着急，我们并不急。之前就有美国观察人士指出，拜登要面临的中国，有时候比面对俄罗斯还要严峻，比普京还难对付，因为我们根本猜不透他们下一步动作会是什么。对于美国自导自演，我们可以很明确地告诉美国，中国不吃这一套。太空出舱致中美航天博弈加剧，为何却说中国人的骄傲成了美国人的心病和惶恐？敬请关注本期节目，了解详情。在7月4号14时57分，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出舱活动以后，神舟12号航天员和机组密切配合，圆满完成出舱活动期间的各项任务。可以说，在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人一直等待这个时刻。这次太空出舱活动是继2008年神舟7号载人飞行以后，中国航天员在空间站阶段进行的第一次太空出舱活动。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神12航天员到茫茫太空开展活动，成功完成出舱任务的背后是关键，核心技术的有力支持是中国航天人走出自主创新之路的缩影，同时这也离不开美国对我们的打压。所以中国人因此而带来的骄傲，却成了美国人的心病和惶恐。这次中国航天员的太空出舱活动做得相当出色，一是7个小时的超长飞行时间，令全世界震惊，体现了中国太空技术日益成熟和完善。第二，2人同时出舱进行活动，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第三，也是最令美国人担心的是，机械臂的卫星抓取和释放能力配合航天员出舱活动，这一点就连美国现有的技术都无法完成。就像著名的军事专家宋忠平所说的那样，现在太空出舱之所以会导致中美航天领域博弈加剧，主要是因为中国在部分项目上已经领先 NASA， 且出具封杀 NASA 的能力。无论是航天服还是机械臂，都充分验证了中国已经赶超美国，未来超越的将是自己。虽然在大方面美国还是第一，但在某些方面限制美国的发展还是能够做到的。虽然中国一再强调中国探索太空具有和平性质，也欢迎美国在这一领域平等的与中国交流，但是非常遗憾的是，美国并非不明白这一点，而是他们的内心骄傲得很，无法相信中国在这种高科技领域都能与美国斗了个旗鼓相当，甚至处于一个梯队。这就意味着在探索太空这一领域，美国完全对中国失去了控制。自人类向外太空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以来，许多由美国主导的太空项目中根本就没法看到中国的身影，甚至就连一些其他国家进行的项目邀请美国参与时，美国还要求这些国家禁止让这一项目中让中国参与合作。毫无疑问，
这就是要摆明要孤立中国。所以说，当下的中国同美国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同美国人讲公平就是对牛弹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中国人的前瞻和果断的行为，美国人不会懂，更做不到。拜登怎么也想不通，紧跟美国的乌克兰竟背叛美国，转向中国，还送上100亿大单。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自从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在权衡利弊后，决定完全倒向西方阵营，为此甚至不惜自废武功，就连核武器都被销毁了。因此也和俄罗斯之间发生了一点不愉快。在乌克兰人的设想中，只要通过示好美国，就能获得加入北约的机会。虽然哪怕自废武功，未来乌克兰也能够利用西方的国防力量来保护乌克兰的国家安全，但是在乌克兰多次申请加入北约之后，西方国家仍然没有答应乌克兰的要求。显然，西方国家完全没有把乌克兰当作一回事儿，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拜登可能怎么也想不通，一直紧跟美国各种政策的乌克兰竟会背叛美国，转向中国，并且还给中国送钱。据《环球时报》的消息称，在前不久，乌克兰为追随美国政策，和多个西方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了所谓的联合声明，企图通过制造各种谎言来抹黑中国。但目前乌克兰方面撤销这一声明。除此之外，乌克兰基础设施部长库布拉科夫还同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签署了中乌深化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合作协议。这项协议将让乌克兰为中国送上100亿大单。对于乌克兰撤回了与美国共同发表的反华声明，中国当然是喜闻乐见的。而且对于中国这个负责任的大国来说，当然也愿意帮助乌克兰走出困境。毕竟中国的军事实力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确实离不开上个世纪来自乌克兰所提供的技术，其中比如说涡扇发动机以及大功率柴油发动机等等。虽然说在去年中乌之间因为天骄航空的收购案闹得很不愉快，但一码归一码，该有的合作中国还是愿意同乌克兰继续下去的。况且在接下来的合作中，因为美乌关系的破裂，美国不再能够干预乌克兰与中国之间的合作了。在此前的10多年里，就是因为听了美国人的忽悠，乌克兰现在不是国内动乱，就是基建危机。到目前为止，乌克兰仍处于分裂状态不说，就连曾经拥有的强大工业基础，目前大多都已经变成了废墟。种种现象早已说明，在美国人看来，乌克兰一直是对付俄罗斯的棋子，是炮灰国家，随时都可以被抛弃，根本就没有建设的必要。不过在未来，谁也不敢保证乌克兰会不会再次选择背叛，向美国献媚。可以说，在高兴的同时，也要警惕乌克兰背叛一系列与中国签订的协议。